小姐，这次是搬东西还是收银钱？你呀，就是太实诚了。小崽子才做选择，我们都已经及笄了，当然是全都要啊。小姐教训的是，我以后一定改。我不为难你们，把你们主子叫出来，我们主子有话要跟他们说。虎杖双手叉腰，大声喊话。这些下人还不足以浪费小当家的时间。放肆！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你到底意欲何为？意欲何为？当然是来讨要个说法呀。你们母女做过什么亏心事，自己心里清楚。明明借住在侯府，却还要谋害侯府小姐，真是狼心狗肺。今日我们便要替天行道，把你们赶出侯府。胡说八道！我和母亲怎会做出伤害锦儿妹妹之事？分明是你们主仆无中生有，随便找人写污蔑之词来陷害我们。越是心虚的人，话才越多。要么你们今日给个说法，要么咱们就上公堂对质。我们没做过的事，你凭什么找我们要说法？林一棉心头一紧，上一次被江家女陷害，把母亲和她压箱底的宝贝都搬空了。今日江家女之责，怕又是看上我们西院的什么宝贝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就看清我的来意了，还捂紧了荷包？哎呀，我要的又不多，随便几万两就可以打发我，至于这么谨慎吗？切，真小气。既然你们不想给说法，那便上公堂吧。虎杖，走，咱们去敲鸣冤谷，让能管事的人帮忙主持公道。有这份证词，还有他们的丫鬟作证，我就不信他们能够逍遥法外。站住，不许去！林一棉慌了，姓顾的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还有那个笨手笨脚的丫鬟，恐怕也落到了对方手上。就算母亲找好了替罪羊，但如果此事被陛下知晓，恐怕替罪羊也受不了酷刑，把母亲和我供出来。该死！盛长欢不语，只是一味往前走。现在是林一棉求他，林一棉不主动拿出些诚意，他是不会停下来的。你给我回来！快去叫母亲回来！书房，荣松瑞把儿子叫了过来。妍儿，那江家女粗俗无礼，行事乖张，让她继续当世子妃，已经是为父宽宏大量。虽说她对你有冲喜之恩，但把偌大的侯府内宅交给她打理，为父着实不放心。为父欲将绵绵许配给你当平妻，以后侯府就由绵绵打理。绵绵是为父看着长大的，把侯府交给她，为父很放心。父亲这般喜欢林一棉，不如父亲纳了他吧。当爹的把手伸到儿子的后院，老不休。放肆！荣松瑞气得面色涨红，满嘴荒唐，你还有点世子的模样吗？整日就知道跟那些纨绔子弟厮混，不思进取。绵绵这么好的孩子，给你当平妻是你的福气。父亲说的哪里话？既然是福气，儿子把福气给你，你又不要，怎还来怪儿子呢？靠着椅子，容眼余光看到了屏风外一闪而过的人影，嘴角轻嗤了一声。儿子明白了，父亲是不是觉得林一棉年纪小，不好下手啊？你且听儿子一言，西院不是还有孟姑姑吗？你不若把他们母女都纳了，一起伺候你，这岂不是美事？躲在屏风外的孟淑韵听到容眼的混账话，气得一口气差点没喘过来。把我和女儿当成什么了？简直混账！父亲这是迫不及待了，儿子那儿还有很多密戏图，任你挑选。你住口！我容家怎出了你这等目充无人、口无遮拦的不孝子弟？来人，请家法！父亲怎么动怒了？儿子也是为了你好啊，父亲你也太不知足了。罢了，既然父亲不喜，儿子不提就是了。容眼不急不慢从椅子上起身，整理了下衣领。
至于家法，父亲确定要惩罚儿子吗？父亲可别忘了，你就只有我一个儿子。父亲今日若是用了家法，儿子可是会记仇的。等你老了，病了，残了，儿子可不会守在你的床头啊，甚至等你100年之后，都没人给你摔盆。容颜眉眼含笑，用最温和的语气说出最冷漠的话。你敢？不然父亲试试。左右儿子还年轻，可是父亲呢？明明我也是为了儿子和侯府着想，可儿子却油盐不进，甚至还笑着威胁我，有这么当儿子的吗？偏偏容颜又是说到做到的性子，容松瑞真的有些担心。混账！你不许便不许，何苦拿为父寻开心？滚！看到你就烦。罢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绵绵嫁过去也不会幸福的。大不了我好好留意京城的世家子弟，另外帮绵绵选一门好亲事。终究是儿子没有这个福气呀。唉，得嘞，儿子这就走。父亲，这玉佩和扳指不称你，儿子帮你保管。容颜拿到东西，大摇大摆离开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屏风外的人放在眼里。瑞哥，世子他……待容颜离开，孟淑韵红着眼从屏风走出来。淑韵，你刚刚也听到那个混账说的胡话了，婚姻之事终究不能勉强。您放心，我身为绵绵的舅舅，一定会帮他寻一门好婚事。是容颜这个臭小子不惜福，此事以后也莫要再提了。容松瑞宽慰孟淑韵，虽说绵绵是个好孩子，但终究是女儿身。若绵绵是男儿，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帮绵绵铺路。可惜了。瑞哥，世子刚成婚，跟世子妃新婚燕尔，感情正浓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本想亲上加亲，终究是我福薄啊。绵绵不能嫁给世子，是绵绵没有这个福气。瑞哥，你千万不要生世子的气，世子是个好孩子，只是耳根子软，容易受人挑拨而已。淑韵，你就是心太善，到现在还在帮那个混小子说话。我的儿子，我自然知晓他是什么德行。容颜本就混不利，现在娶了那个江家女，两人更是臭味相投。容松瑞叹了口气，唉，红颜祸水呀，都怪夫人招来这么个祸害，搅得侯府不得安宁。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现在要赶江家女走，难以。瑞哥，你千万别……夫人，不好了，世子妃带着人到西院打起来了。胡闹！儿子前脚刚顶撞完我，后脚江家女去欺辱绵绵，简直胡闹。1、2、3，共计银票2万两，外加夜明珠1盒、玛瑙1盒、金叶子1袋。西院虎杖数着银票，还清点偿还之物，迟迟没有等到母亲的林一棉，为了稳住人，只能展示和谈的诚心。这一展示就上供了好几万两，林一棉的心都在滴血。现在你可以坐下来说话了吧？这是自然。小姐，你说侯爷会不会跟着来帮他们撑腰啊？肯定会来的。以孟淑韵的本事，明明离开男人也可以活得很好，但她偏偏要用手段待在侯府，处处让侯爷出头撑腰。现在我在西院闹事儿，孟淑韵她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。嘿嘿，那就是双份的韭菜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身为世子妃却纵仆打人，太放肆了。盛长欢的话才刚说完，容松瑞的声音就到了。盛长欢朝虎杖挑眉，哼，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来人，家法伺候。盛长欢不慌不忙拿出证词，还在林一棉眼前扬了扬。林一棉内心，
贱人，又用这招！侯爷舅舅，且慢，您不能用家法。绵绵怎还帮着江家女说话了？这孩子脑子该不会被江家女打坏了吧？舅舅，借一步说话。孟婶，借一步说话。你想做什么？哎呀，孟婶，你不必紧张，我就是有几句知心话想跟你说说而已。盛长欢笑得人畜无害，看到盛长欢在笑，孟淑韵更加警惕了。放心，我不吃人的。你安排人算计锦儿，那人已经被我抓到。我今日来呢，就是想问问孟婶，是想要花钱免灾，还是对簿公堂？毕竟你们伤了人，可不能什么代价都不付出吧？盛长欢驾轻就熟，把对林一棉说过的话再一次用到了孟淑韵身上。你，嘘，说谎可是会烂嘴巴哦。孟婶想好再回答我。盛长欢开始数着数，10、9、3、2。你数数对不对？这人怎么不按规矩来？明明从10开始，却突然变了卦。那咋了？我就算从10直接到1，也是我说了算。盛长欢摊手，一脸理所当然，不要妄图跟土匪讲道理。我要继续往下数喽。我选花钱免灾。孟婶是个爽快人。你女儿给了2万两，外加其他的金银珠宝3盒，你作为长辈，总不能比小辈小气吧？啊，当然了，你若愿意翻3倍、4倍，我也是乐意之至的。等着，好不容易攒点提气钱儿，都被同一个人抢走了。姓江的，你果然跟我八字相克。虎杖，孟婶腿脚不方便，你扶着孟婶去。盛长欢叫来虎杖陪同，瞧瞧他多贴心。孟大婶儿，请吧。舅舅，舅舅。见荣松瑞走神，林一棉提醒了几声。绵绵，你说。舅舅，绵绵身边的丫鬟背着绵绵做了错事，被江姐姐抓住了。江姐姐以为是绵绵唆使丫鬟作恶，加上江姐姐不喜欢绵绵，就欲报官。绵绵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好说歹说跟江姐姐和解了。林一棉叹了一口气，一副委屈又无奈的模样。舅舅，都怪绵绵管教无方，没有约束好丫鬟。事到如今，绵绵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舅舅，此事您就不要再管了，绵绵可以应对的。绵绵，虽说我不是你亲舅舅，但你母亲是我义妹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亲外甥女。在侯府，你跟景儿一样，都是正经主子，受了委屈一定要跟舅舅说。哼！荣松瑞朝着盛长欢的方向冷哼了一声。绵绵这般委曲求全，一定是被威胁了。我不允许外人在我的府中欺负绵绵。啊，父亲这是在点我吗？哎呀，父亲您倒是大点声啊，我也想听听。盛长欢露出森森的白牙，一步步靠近两个人。第3茬韭菜，他来了。荣松瑞内心，江南女子都这般直接吗？这一下他倒是不好明言了。父亲不说吗？那我说了。父亲，林姑娘和孟婶派人欺负锦儿，儿媳身为锦儿的嫂嫂，为锦儿讨要公道，不过分吧？林姑娘不愿意对簿公堂，我便做主讨要些赔礼，合情合理吧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丫鬟自作主张，是丫鬟嫉妒锦儿妹妹，我和母亲都不知此事，拿了我的银两，居然还出卖我，江洛清该死！淑韵和绵绵居然……舅舅，母亲和绵绵是无辜的，您不要听信她胡说八道。绵绵的确有错，但错在管教不力，而不是她所说的残害锦儿妹妹。你敢不敢对天发誓，你没有伤害锦儿？
不然就让你穷苦潦倒一辈子，永生永世给人当丫鬟，好友永远都压自己一头。你要是敢发誓，我就信你。哎，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发誓解决不了的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林一眠涨红着脸，支支吾吾，就是不愿意发誓。荣松瑞脑子一片空白。所以儿媳说的是真的，淑韵和绵绵真的对景儿。荣松瑞的头像被针扎一样疼。万万没想到自己疼爱的人会对我的亲生女儿下手。景儿虽说顽劣爱哭，但也是我的女儿啊。淑韵和绵绵怎连景儿都容不下？舅舅，若舅舅也跟我离心，这个侯府就真的成降落卿的掌中物了。世子妃，你是个好的，本侯这里有5万两银票，你且拿去安抚景儿，回去把景儿照顾好，此事便接过。父亲，锦儿才是您的女儿。哎呀，这个老糊涂蛋，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疼，却要护着2个外人，真是脑子进水了。景儿受委屈了，你这个当嫂嫂的务必安抚好景儿。不必父亲叮嘱，这个侯府但凡有良心的人都会对锦儿好。盛长欢嘴角的笑容落了下来。唉，难怪荣锦会被顾元白哄骗，亲爹疼爱外人胜过自己，这顾元白一点点的关心，荣锦便会死死抓住。缺爱的姑娘永远都是那么好骗啊。虎杖，咱们走。一把扯过银票，盛长欢头也不会离开。但还没走出西院门，盛长欢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今日他必须要把这怒气发泄出来，不然会伤身。啪啪啪，盛长欢带着虎杖折身回到西院，对着林一眠和孟淑韵就是一顿毒打。就连来劝架的荣松瑞，盛长欢也一视同仁，照打不误。3个人被揍得鼻青脸肿。爽了。小姐，景儿小姐真可怜，连亲爹都不疼女儿。出了西院，虎杖都替荣锦心寒。小姐，咱们……虎杖还欲说些什么，却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荣锦。锦儿，想哭就哭吧，他不疼你，我来疼。嫂嫂，无碍，锦儿早就习惯了。荣锦语气轻松，没事人一样。可当盛长欢摸了摸荣锦的头时，荣锦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唉，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跟西院的兵荒马乱相比，楚云的院子就热闹多了。荣锦哭了一顿，心情反而好了，还把盛长欢带到娘亲的院子。大婚吉日临近，府里到处喜气洋洋。哎呀，成亲可真麻烦，光试穿嫁衣就这么多流程，要是真的等到大婚那日，岂不是人都要累晕了？难怪娘亲不愿意跟那个男人成亲，八成啊也是有偷懒的心思。晴儿可真好看。嫂嫂，你真美。真不错，我果然穿什么衣裳都好看。若是娘亲当初找的男人不倔，我和哥哥肯定也丑。唉，感恩的心，感谢娘亲。哥哥，下月嫂嫂便要穿这身嫁衣跟你拜堂，你高不高兴？不知何时，倚靠在门口的容颜被妹妹发现了。高兴。女土匪打扮起来也很好看嘛。妍儿，你快说说，我这个好儿媳美不美啊？看到儿子耳朵尖尖一点点变红，楚云有心逗逗儿子。臭小子，终于知道心疼媳妇儿了。哎，果然呀，这成了亲，男儿就懂事了。有好儿媳帮我管着儿子，太放心了。美。容颜脱口而出，但听到自己的回答，容颜这一下不仅耳朵发烫，就连脖梗也痒痒的。我去看看小白。纨绔的脸皮比我这个土匪还薄。哎呀，感谢双亲给的好容貌，这都是我应得的。世子，有您的信。
容颜逃到自己书房，就看到小厮呈上来一封信函，压下跳动的厉害的心口。容颜心不在焉，拆开信，扫了一眼信上的字，容颜嗤笑一声：知道本世子要跟我的世子妃重新拜堂，所有人都想掺和一脚。西院那对母女如此，父亲如此，易福陵亦如此。母亲说了，在大婚前让我老实待在侯府，不要出去瞎混。作为母亲的儿子，我当然要听母亲的话，管他什么易福陵还是翠翠婷婷，谁也别想把本世子哄出侯府。茶楼雅间，一身绛青色纱衣的易福陵心不在焉喝着茶，明明信都送出去1个时辰了，可却迟迟不见容颜赴约。难道容颜被江洛清那个女人绊住了？小姐，容世子怕是不会来了。甘草，你亲自去请世子，就说我在深山寻到一株百年老参，品相完好无损，若世子有意，还请茶楼以叙旧。我琢磨这么多年，会允许出现变故，世子妃的位置，我绝对不会拱手相让。是，小姐。丁香，让你安排的人客服到位了。小姐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世子来了。世子，福林姑娘身边伺候的丫鬟求见。哼，下次有好玩的，本世子不带她了。可一想到某人拉着自己衣袖撒娇的模样，容颜心软了。唉，算了，下次还是带上她吧。我是男子，理应大度些。世子，世子，何事？福林姑娘的丫鬟来了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先是信函，再是派人，这是易福陵第2次要见本世子了。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非要见本世子的理由吗？把人带过来。左右自己不出侯府，容颜闲来无事，倒想看看这对主仆到底想要作什么幺蛾子。世子，听闻侯爷身子不适，我家小姐今日寻得一株百年人参，不知世子是否感兴趣？百年老参不多得呀，哪怕有银子也不一定买得到。母亲生下妹妹后落下病根，妹妹身子也需要补补。还有盛长欢，当土匪的常年打打杀杀，身上肯定有暗伤。这株百年人参本世子要了。前面带路。容颜长腿一迈，直接起身。易福陵手上最好有百年老参，若不然，哼。世子，请跟奴婢来。甘草一路带路，出了侯府，特意选了人多的路走。看着甘草的小动作，容颜不甚在意。又是这个把戏。易福陵都用了几年了，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等本世子拿到了百年老参，定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翻脸无情。世子，你终于来了。从清晨等到午后，易福陵终于等来了容颜。福陵等你。百年老参呢？世子，你我相识多年，难道一见面就只有人生可谈吗？不然呢？谈情说爱吗？世子，这么多年，你对福陵就没有一点点真心吗？我们之间那么多的温情，你真的说忘就忘吗？多年的相守，难道还比不上短短几日的相识吗？易福陵眼睛酸涩。男子的心都这般狠吗？这么多年的陪伴，是块冰也该融化了。真心、温情、相守，我们之间有那种东西吗？不是你一个人散布的谣言吗？怎么，做戏久了，连自己都骗呢？他都知道了。人参呢？甘草，把人参给世子。可是小姐，这人参是你差点掉下悬崖才挖到的。甘草替主子抱不平。主子那么好，哪里配不上这个纨绔世子了？偏偏人家还不领情，真替主子不值。
拿出来。易福灵不容置喙，甘草不情不愿抱着盒子到主子面前。世子，这便是百年人参。是百年老参无疑，但其根茎干燥，并不是新鲜挖到的。易福灵又撒谎了，能有本事寻得百年老参，也就是那位易太医了。从亲爹手中拿走东西，易福灵还真是毫不手软呢。这人参本世子笑纳了。世子，您还没给银子呢。以往主子给世子药材，世子都会留下银钱。可是今日，这可是百年老参啊，得值多少银子呀？银子？以往本世子给的银子足够买下这人参了。既想要好名声，又想要银子，做人不要贪得无厌呢。容颜扫了一眼脸色惨白的易福灵，他是有银子，但他的银子是要给夫人花的，没成亲前给了旁人就算了，但现在成亲了，就不能随便给其他女人花了。就那个贪财的女土匪，要是知道他乱花银子，肯定会揍他的。孰轻孰重，他还是分得清的。小姐，世子他……以前的世子人虽冷漠了些，但出手还是大方的。可现在世子不仅冷漠，还抠门儿。成了婚的男子怎变得这般小气了？今日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人参是我偷偷从父亲的药柜中拿的，父亲打算过几日献给宫里的贵人，却被我偷拿出来。本以为容颜会看在人参的份上对我好一些，没想到……叶福林一口怨气直冲头顶。甘草，告诉丁香，可以散布谣言了。既然容颜不识抬举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世子妃的位置他要，侯府的富贵日子他也要。只要我想，就没有拆不散的姻缘。江洛清不过是暂时坐上世子妃的位置而已，鹿死谁手，且看我的手段。啊切啊切啊！刚脱下嫁衣，美美吃着燕窝粥的盛长欢连打了几个喷嚏。给你的石榴剥的可真干净啊，一看就是世子这双巧手剥的。世子，你可真厉害，还是剥好壳的。哎呀，看着就很甜啊。不过闲来无事，顺手就剥了，算不得厉害。好甜啊！我之前吃的石榴都没有这般甜，还是世子剥的甜。世子，下次还能给我再剥吗？区区小事有何不可？等着，本世子这就去帮你剥。容颜翘着尾巴，兴冲冲去找石榴包了。小姐，石榴剥下来不都这样吗？这点小事也值得你夸世子？虎杖摸着脑袋，很是迷糊。小当家也不是那种会随便夸人的人呢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甜吗？嘿嘿。甜是甜，可这不是跟咱们昨日吃的一个味儿吗？我怎么吃不出更甜的感觉？呆瓜，自己剥的跟别人剥的当然是别人剥的更甜啊！我这双手可是用来赚银子的。哦，就是小姐你懒呗。如此说来，确实是别人剥的更甜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侯府这么多下人，小姐你为何只让世子剥呀？虎杖思来想去，还是不明白。我看中了他的小金库，得先探探他的底线。人的底线都是一步步试探出来的。他今日可以剥石榴，明日就可以上交小金库。小姐你好贪心，我好喜欢。小当家的脑子就是好。容颜的小金库很快就要不保了。哥哥，你还有心思包石榴？坊间都传疯了，说你对易福灵念念不忘，还要休了嫂嫂，娶姓易的为世子妃。
这些谣言要是被嫂嫂听到，就完了。容颜一听到谣言，就急急的来找哥哥。哥哥不错，母亲明明叮嘱哥哥这些时日不要出侯府，可你偏不听。今日还去见了那姓叶的，现在平白惹来一身骚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离开茶楼前已经扫干净了尾巴，为何还有谣言传出来？看来不只是易福林动手了，还有其他人也趁机浑水摸鱼。我会给你嫂嫂解释的。世子妃真可怜，明明欢喜准备大婚，可世子却跟福林姑娘不清不楚。这有什么？侯爷娶了夫人，还不是跟西院那位纠缠？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还以为世子妃这么厉害，能管住世子，没想到世子依然流连温柔乡。侯府的下人们扎堆小声传着坊间的谣言。小姐，世子真不是东西，他又跟那个福林姑娘勾勾搭搭了。照我说，男人就没有好东西。胡说八道，那都是谣言。容颜有些后怕，幸亏他走得快，不然任由虎杖在夫人面前传谣，他有10张嘴也解释不清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唉，容颜都不行，跟公公有何区别？闹得再厉害，又生不出子嗣，唉，真没用。夫人，你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背着你跟其他女人纠缠。见盛长欢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容颜更加着急了。哎呀，夫人肯定是生气了，不想跟我说话。不可以，本世子今日必须把事情解释清楚。哦，你敷衍我。哎呀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哼，你越是敷衍本世子，本世子越要说。世子啊，其实你无需解释，因为我信你。盛长欢伸手去拿银票，可容颜却把银票高高的举起。盛长欢扁嘴：切，长得高了不起啊！容颜分明是拿10万两银票当胡萝卜，把我当驴吊着，可恶！偏偏我还真被吊着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做杀鸡取卵的事儿，不就是要听容颜啰嗦解释情史吗？我听便是。哎呀，世子，我之所以敷衍，是因为根本就不信外面的谣言。世子，你若是想娶那个福林姑娘，早就娶了，哪还用等到现在呀？再说了，世子你出门不过1个时辰，民间的谣言就几乎传遍了整个京城，这谣言传的似乎有些快了。世子，这其中肯定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背后之人分明就是要挑拨离间。我跟在世子身边1月有余，多少沾了些世子的聪明气，才不会被挑拨跟世子离心的。盛长欢分析谣言背后的真相，还不忘夸容颜。唉，男人嘛，都好面子，为了10万两，别说是夸人了，让我打人都行。原来不是他不在意，而是根本没有信谣言。这女土匪也是有几分聪明劲儿的，看在他对本世子如此信任的份上，就勉为其难告知其真相吧。你的猜测没有错，今日这谣言的确有人添油加醋，不仅是今日的谣言，就连之前的各路谣言也都是有心之人蓄意谋之。愿闻其详。你可知为何百姓都说本世子倾心易福林，甚至为了他豪掷千金？为何？容颜说起了过去的事。这个故事怎么有些耳熟啊？这不是一首古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荔枝来的翻版吗？这大雍朝的人还真是智慧超群啊。世子既然知道是谣言，你当年为何不澄清？哎呀，还能是因为啥？当然是为了掩盖容颜不行的真相啊。一个男人为了证明自己很行，通常会用各种女子来掩饰，身边围绕的女子越多，就证明自己越行啊。世子那是好男不跟女斗，而且易福陵对世子有恩，世子不想毁其名声，于是苦难自己承担。还不错，没想到盛长欢对本世子竟如此信任。世子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
虎杖抱拳：“没办法，得配合小当家演戏。为了10万两卖艺，值了。”容颜给了虎杖一个识趣的眼神。还算是有眼光。世子，那2年前传言你为了信义的，将一整个绸缎庄买下，这其中又有什么内情？世子，盛长欢和虎杖都等着听故事，可等了半天都没听到下文。盛长欢忍不住催促起来：“事实当然不像民间传言，那个绸缎庄本就是我名下的产业。当初义福林跟户部尚书之女争最后一匹江南丝绸，当时的掌柜为了讨好户部尚书，便把丝绸给了户部尚书之女。恰巧我查账发现，那掌柜中饱私囊，便将其赶走了。这故事我熟。接下来信义的趁机散布谣言，说世子你冲冠一怒为红颜，还说世子你不仅把欺上媚下的坏掌柜赶走，甚至把绸缎庄买下来赠与福林姑娘。世子，这2年福林姑娘时常去绸缎庄吗？自然是常去，每次去都不会空手归。盛长欢内心虽然绸缎庄不是他的，但是他的心在滴血啊。2年了，损失的银子没有几千两，也有上万两了。容颜这个败家子！捂着心口，盛长欢不想说话了，肉痛。算下来，这2年本世子在他身上赚了也有近2万两了。上一刻还肉痛到无法言喻的盛长欢瞬间呆滞了。怎么反过来了？他妄想借本世子的事，自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本世子的坏名声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借的。世子，你真厉害！盛长欢眼睛亮晶晶的，脑子也在拼命打算盘。容颜这脑子天生就是当奸商的料啊！若是把容颜拐回龙虎山，打理山寨的各种副业，那不是发大财了？盛长欢耳朵满是晶莹的声音，看向容颜的眼神有了一丝占有欲。这可是活的财神爷啊！我得想想办法，让容颜心甘情愿地跟我回龙虎山。真是的，先是送帕子，再又是大胆直白地夸我，当着他人的面也不知羞。不过土匪性子一向如此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。盛长欢毫无掩饰地仰慕我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罢了，总归是第3个对我上心之人，我多照拂他便是。拿去用吧，用完再跟本世子说。容颜豪爽把手中的10张银票递给盛长欢。贪财而已，土匪本性，他旁的不多，就是银子多，养他一个女土匪绰绰有余。哇塞，有银子还不行，会做生意还大方，简直就是天选的赚钱工具人啊！为了龙虎山，容颜这个人我拐定了。多谢世子，世子你是全京城最好的世子，没有之一。盛长欢这回的夸赞是真心实意，毕竟整个京城也只有容颜愿意给他花银子了。出息！看着盛长欢傻乐的模样，容颜都快要成翘嘴了。得想办法再多赚些银钱，让盛长欢金盆洗手。大不了龙虎山本世子都养了，区区上千人，本世子还是养得起的。拿去。嘴上嫌弃，可手却很诚实。容颜又掏出5张银票，塞到了盛长欢手中。世子，我可太喜欢你了！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谁若是说容颜的坏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这次是真发财了，有了容颜这个金山，哪还用苦哈哈打劫啊？难怪小当家馋容颜，换谁都馋。世子，眼下民间谣言四起，攻破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你我同时出面。你带着我去巡视名下的产业，好让外人知道我们好着呢。干脆趁着这个机会，让容颜带我认认门，嘿嘿，以后这些产业都是我的了。也可。我去备马。虎杖兴奋地跳起来，
土匪要巡山了。哎，世子，小心台阶啊！我可以自己上吗？世子，你真的不用我扶吗？盛长欢有些遗憾。唉，多摸摸财神爷，说不定我的手上也能沾上一点财气，可容颜不让摸，真是可惜了。不必。老天保佑，财源滚滚来！看到盛长欢和容颜和好如初，躲在门后偷看的楚云和荣景松了一口气，母女俩对视了一眼，眼中满是庆幸。简儿，走，陪娘去整理一下你嫂嫂的聘礼。真是惋惜，儿媳没有听信谣言。哎呀，不愧是我的好儿媳呀，这般坚定的相信我家燕儿。给儿媳的聘礼啊，还得再加上5成。娘，嫂嫂尤为喜欢金子，咱给嫂嫂的聘礼再多加些金饰。嫂嫂还喜欢吃肉，不如多给嫂嫂几个庄子。嫂嫂喜欢吃什么，就让庄子多养些。对了，嫂嫂出身书香世家，礼节这块咱们侯府不能轻视，还是早日派人去江南，把嫂嫂的爹娘和兄弟请来吧。荣景帮着出主意，力求把哥嫂的大婚办得热热闹闹。对，景儿啊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娘待会儿啊，就让人去江南把亲家请过来。当初以冲喜之名引你嫂嫂过门，一切从简，属实是对不住人家。这一回啊，咱们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嫂子迎进门。楚云说着又加快了脚步。快去通知小当家，侯夫人要派人去江南接江家人。待楚云母女俩走远，一个扫地的丫鬟急急的去报信。如你所见，这些都是我名下的产业。啊，酒楼、首饰铺、点心阁，这男人、女人、小娃娃的银子，通通被容颜赚了。容颜不发财，谁发财啊？不过，嘿嘿嘿，这些我可都看上了。世子，我想，世子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想如厕。盛长欢憋红脸，捂着肚子，唰，容颜面色发烫，指着一个方向，示意虎杖扶人过去。怎么回事？小当家，不好了，侯夫人派人去江南接真正的江家人了。咱们必须得想办法，不然等江家人来了，我们就不能继续留在侯府打劫了。盛长欢手背在身后踱步。走是不可能走的，就算要走也该是江家人，我看中的东西是不可能撒手的。虎杖，派人去找我大哥，让他安排人赶在侯夫人到达江南前冒充江家人，记住要找些演技好的，至少能够唬住侯夫人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虎杖一喜，他就知道小当家一定有办法。小当家，不对呀，江南有江家人，这京城也有江家人呐。那江老夫人和江大人跟江如清的爹娘是血亲，大婚那日双方一碰面，肯定会露馅的。别急，你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了？自己的老本行跟江家人有什么关系吗？咱们是土匪，干其他的不行，但是劫人劫财可是一把好手。除了咱们，还有谁更适合让人暂时消失呢？小当家，咱们龙虎山有今天，你这脑子功不可没。多摸摸小当家的聪明脑袋，让我也沾沾聪明气。怎去了这般久？不如我找大夫来给你看看吧。世子，我没事，不过就是吃坏肚子而已，我没有那么娇贵的。走吧，咱们继续去巡查产业。拉着容颜的衣袖，盛长欢就往人多的店铺里钻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不是说容世子要休了世子妃，另娶福陵姑娘吗？这看着也不像啊。人家世子带着世子妃查账，正经女主人才能陪同，
那个茯苓姑娘哪能跟世子妃比呀？角落中，易福灵看着出双入对的盛长欢和容颜，帕子都撕碎了。世人都以为容颜为他豪掷千金，可容颜从未带他成双出行过。可恶！走着瞧，笑到最后的人只能是我。轰隆！刚刚还晴空万里，忽然打起了闷雷。盛长欢还想继续巡山，奈何要下雨了，只能提前回侯府。雨下了一整夜，翌日天亮，雨停，太阳也出来了。世子，咱们今日继续去查账吧。今日不去查账，去庄子采摘瓜果如何？世子，你还有庄子啊？哎呀，庄子好啊，庄子可比店铺值钱多了，而且庄子还能种地养蚕，这吃喝穿都不用愁了。若是庄子够大，就能供应龙虎山1年的嚼用。真不错。自然。事不宜迟，世子，咱们快走吧。盛长欢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寻庄子了。哎呀，容颜可真是个人形的移动宝藏啊！挖一挖掉落金币，锄一锄掉落宝石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金山银山跑不了。哎呀，财神爷的手我可一定要抓牢。他真是大胆，还这么多人呢。罢了，既然他喜欢，便由他吧。我一个大男人跟自己的夫人计较什么，又不是外人。哇，好香啊！才刚出城，坐在马车里的盛长欢就闻到了一阵肉香。掀开马车帘子，盛长欢远远看到一个小贩在卖叫花鸡。去买几只叫花鸡。嘿嘿，世子，我亲自去挑。依你。盛长欢一挑就是5、6只，自己和虎杖人手1只鸡，容颜却只撕了一个鸡腿。小哥，你们这是有什么特别的神佛吗？盛长欢撕下鸡腿，啃得津津有味，若是配上一些八卦，就是更美的下酒菜了。夫人说的可是那周举人的母亲？夫人有所不知，那周举人的母亲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好性子。这不，周举人刚定亲，周夫人担心道路泥泞，脏了未过门儿媳的鞋，特意用衣裳来吸干地上的泥水。街坊们都说，有周夫人这种不折磨儿媳，性子还慈善的婆母，享大福了。小贩倒竹筒一样，把知道的都说出来。难怪我觉得违和，原来我的直觉没错。那个周夫人根本没有传言那把好性子，想要把地上的泥水弄干，办法多的是。世子，你也觉得周夫人是好人吗？一个惯会做戏的蠢人而已。容颜瞧不上那个周夫人，大雍朝不是没有好婆母，她母亲就是，听儿媳话，给儿媳银钱花，担心儿媳的身子，这才算得上是好婆母。英雄所见略同啊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要嫁入这周家。哎，小哥，不知是哪家的千金跟周举人定亲了？夫人问对人了，小的此前还真见过周举人未过门的娘子，说是城北钱府的千金。钱小姐的哥哥还是正七品翰林院的编修呢。周家跟钱家也算是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了。不认识。哎，等等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侯府还有一位四小姐，就是嫁给了一个翰林院的编修。世子，那钱府的千金该不会是……盛长欢求证的眼神看向容颜，容颜沉默点头。四姑姑是祖母的老来女，却是母亲一手带大的。四姑姑跟她和妹妹的关系比二房和三房亲近，眼下四姑姑的小姑子即将跌入火坑，她不能置之不理。那还等什么？今日不去庄子了，咱们去找四姑姑。你愿意与我同去？这是自然，世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盛长欢誓死保护我的财神爷。你……容颜心口有一丝酸涩，除了母亲和妹妹，再也没有人这么在意她。哎呀，世子，
咱们快走吧。盛长欢拉着容颜的手，快步上马车。看热闹要趁早啊，磨磨唧唧的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被盛长欢一拽，容颜只觉得手心发烫，但却舍不得松开手。四姑姑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那周举人的母亲不是郝香雨的，你且把真相告知他们，一切由钱家自行做决定。妍儿，今日之事多谢你们告知，此事我一定会告知婆母和小姑子。此前我就不赞同这门婚事，奈何婆母和小姑子对那周举人都极为满意。唉，当时我给小姑子寻了几个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可小姑子一个都没看上，却偏偏选了城郊的一个穷举人。现在果然证实，那姓周的举人不是良配。你们胡说，周哥哥的娘亲才不是那样的人，分明就是你们见不得我当诰命夫人。躲在书房外偷听的钱月夏怒气冲冲地推开门进来。唉，罢了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钱家小姑娘一心要跳火坑，我这个外人拦着做甚？又不是我家，旁人死不死的跟我何干？你日后最好还能如此有骨气。容颜冷言起身，拉着盛长欢便离开。是本世子多管闲事，我就不该带着盛长欢来。对不起，害你被骂，连庄子也去不了。我是个俗人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补偿你。这是其中一个庄子的地契，你若是不喜欢，我这还有其他的庄子，你喜欢哪个挑哪个。这哪是俗人，这分明就是散财童子啊！嘿嘿，世子，有你在，我不委屈。世子，天还早，咱们去其他庄子如何？到手一个庄子，其他的庄子还会远吗？嘿嘿。依你。阿言，今日实在是对不住。夏夏她年纪小，是个急性子，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等此事解决了，我定带她跟你们赔礼道歉。什么叫年纪小？都及笄了，可以嫁人了，还当自己是奶娃娃？我们龙虎山的崽子们，不管是男女，6、7岁都能扛起大刀练武了。等到10几岁的时候，已经是山寨的精锐队伍了。看来在婆家过得不好啊。也是，有那种小姑子在，谁也别想安生。不过这是容衍的家事，我又不是容家人，这些都跟我无关。我管好我龙虎山上下几千口人就好了。姑姑，你是你，钱家人是钱家人，我可以给你面子，但姓钱的，哼，也不知道钱家给姑姑下了什么迷魂汤，让姑姑如此帮着钱家。阿言，阿言不喜欢钱家，也不是1天2天了。罢了，此事我以后再慢慢跟阿言解释吧。姑姑，阿言先行告退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您若回侯府，始终有您的院子，但钱家，哼，连道歉都需要姑姑来出面，钱家人都死绝了吗？真当本世子是泥捏的吗？哎，世子莫生气，不知道，别人喜欢过苦日子就由他们去，咱们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让他们眼馋去。马车缓缓走着。哎呀，可不能让财神爷生气，不然财运可是会散的。哎，罢了，别人愿打愿挨，本世子瞎操什么心呢？只是委屈了夫人受牵连而已。容颜决定，以后姑姑和钱府的事，他不会再过问。母亲，锦儿，可是有人欺负你们了？那人是谁？告诉我，我帮你们报仇。一回府，盛长欢就看到了苦着脸的侯夫人和荣锦。岂有此理！我如今在侯府的坏名声那么响，居然还有人不怕我，还敢趁着我不在侯府欺负我的大小金主！我今日非要揍的那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见血不可！啊，嫂嫂你误会了，没人欺负我们。好儿媳，我和景儿啊，这是在担心你。哎，楚云叹了一口气，把一份邀请函递了过来。啊，赏花宴？还是公主在宫里办的赏花宴？盛长欢啧啧称奇，他
不过是落魄侯府的新媳，也不认识什么公主，怎么就突然要邀请她赴宴了？看来这个赏花宴有猫腻呀，不然侯夫人和锦儿也不会这般愁眉苦脸了。嫂嫂，芙蕖公主性子刁蛮，手段狠辣，经常有宫女被她折磨得体无完肤。她这次单独邀请你，没有邀请我和母亲，肯定是在针对你啊。哎呀，嫂嫂，不如先撑病几日，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吧。芙蕖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又是陛下最疼爱的女儿，嫂嫂若是真的赴宴了，恐怕真的危矣。锦儿说的对，最好的办法呀，就是不要去赴宴。青儿，母亲知道你孝顺，但此事你一定要听母亲的。锦儿啊，快去让嬷嬷收拾行囊，你今日就陪你嫂嫂出发去青云关避难。母亲，锦儿，且听我一言。既然我已经被芙蕖公主盯上了，就算我这几日能撑命躲过去，那下一次呢？既然躲不掉，索性直面危险。我此前跟芙蕖公主从未见过面，更没有结仇，为何芙蕖公主要办这个鸿门宴？难道是被人蛊惑了？苏锦绣、林一眠、易福灵。苏锦绣首先排除，苏锦绣现在派人保护她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怂恿芙蕖公主对付她？至于林一眠，此人还在侯府养伤。易福灵，哼，很好，易福灵上赶着把脖子伸到我的面前，我若是不砍上几刀，都对不起易福灵的美意了。嫂嫂，既然你决定要赴宴，那锦儿支持你。锦儿这就让人准备一些解毒丹、护膝、护身符。嫂嫂，你等着锦儿。宫里手段层出不穷，得多准备些后路。荣景说完便风风火火离开。青儿，宫里人多眼杂的，母亲呢给你准备了一些金瓜子、金花生，到时候打赏用。另外呀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银票。只希望到时候芙蕖公主看在银票的份上，能善良一回。楚云紧跟在荣景身后，要为儿媳准备保密的东西。盛长欢内心罢了，大小金主这也是关心我，我不能不识好歹。大小金主准备的东西我虽用不上，但兄弟们可以用啊，可不能浪费了。后日赴宴，把这个带上。夜深，容颜顶着一身夜气回房。世子，这是？难道让我当暗器用？这些银针我让人淬了毒，若有人敢伤你，你可用此保命。世子，你可真是太贴心了。盛长欢很是兴奋。哇塞，这可是绝好的暗器啊，还是淬了毒的。啊，容颜还真是深得我心啊，送礼都送到我心趴上了。这么谨慎又严肃的事儿，盛长欢怎么这般兴奋？容颜抿唇，有些心疼。一定是之前打劫时，他经历过更为惨烈和惊心动魄的较量，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沉着稳重，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。他以前一定很辛苦。容颜伸手轻抚盛长欢的头，轻柔又怜惜。摸啥呢摸啥呢，把我当狗摸啊，我可是个大活人啊。世子，我不是小白。哎呀，真是够了，女人的头怎能随便给人摸，再摸我的财气都要被摸没了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土匪都是直来直往，不解风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，本世子不跟他计较。小白。容颜深吸了一口气，几息之后，小白不知从哪个狗洞冒出来，摇着尾巴蹦到了容颜面前。当着盛长欢的面，容颜蹲下来，对着小白就是一顿摸。怎么有一种被挑衅的感觉啊？3日后，盛长欢坐上了去皇宫的马车。嫂嫂，若是发现不对劲，一定要赶紧离开。名声不重要，保命要紧。你们且放心，我精着呢。盛长欢挣脱两人的桎梏，终于能顺利出发。没办法，
婆母和小姑子太粘人了。好，谁都忽视本世子是吧？就不能单独跟本世子说几句话吗？世子，记得让厨娘备好烤羊腿，等我从皇宫回来吃。马车都已经走了几丈远了，盛长欢猛地掀开帘子，对着容颜叮嘱。他可听说了，京城大大小小的赏花宴，大多用茶水糕点待客，雅致是雅致，就是没有肉。我就说嘛，盛长欢怎么可能没话跟我说呢？这不是单独叮嘱我了吗？他果然还是最在意我的，若不然盛长欢怎么不叮嘱他人，偏偏只交代我呢？本世子记住了。容颜昂首挺胸，高声回应。听到容颜的话，盛长欢满意了。小姐，皇宫好大呀！皇宫就是皇宫，比龙虎山大多了。瞧瞧这玉石铺的路，金粉刷的墙，琉璃香的窗。虎杖眼睛都快要看不过来了。盛长欢倒还好，毕竟现代时也是参观过故宫的人，见过大世面。这大雍朝的皇宫跟故宫比，不过是个弟弟而已。引路的宫女垂手领着盛长欢两人往里走，可越走盛长欢越觉得不对劲。这一路上不见其他赴宴的人不说，而且还越走越偏，这哪里是什么赏花店，更像是宫里某位主子住的地方。虎杖也察觉出不对劲，砰！虎杖一个手刀砍在了宫女的后脖子上。小当家，这宫女有问题。这都老掉牙的把戏了，还在用啊？走，咱们去找几个看不顺眼的肥羊。夫妻公主，你欺人太甚！哼，本宫屈辱你了，又如何？还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小当家，好多肥羊啊！虎杖趴在墙头上，看着那些吵架的人，眼冒绿光。虎杖，待会儿咱们……盛长欢在虎杖耳旁低语：“小当家，我想……又想摸摸聪明脑袋，沾沾聪明气了。”不，你不想。不，龙虎山的大女人绝不认输。下一次我一定要找到机会蹭蹭小当家的聪明气。夫妻公主，您不喜民女，要责罚民女，民女认了。可心怡公主是无辜的，不过是帮了说几句公道话，您何苦要迁怒心怡公主呢？福曲公主，您纵仆商人在前，刁难姐妹在后，等明日是不是还要诛我九族？夫曲，适可而止。心怡是年长于你，哪有妹妹责罚姐姐的道理？不要仗着父皇疼爱你，你就肆无忌惮，不顾姐妹来情。闭嘴！本公主是父皇亲封的福曲公主，就是比你们高贵。本公主想打谁就打谁，谁若敢阻拦，本公主照打不误。这不就是间接版的荣锦吗？荣锦不会吵架，一激动就哭。福曲公主也不会吵架，一上头就用权势压人。明明手中有财有权的人，偏偏被什么都不如自己的人压制，这种憋屈，荣锦和福曲公主可谓是其中翘楚了。福曲妹妹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若牺牲我一人能平息你的怒火，我自愿被罚。一直不作声的心怡公主挺身而出，把所有贵女护在自己身后。闭嘴！宫女生的贱种也配叫我妹妹？福曲公主怒火中烧，气得狠狠打了心怡公主一巴掌，巴掌印红得惊人。住手！福曲，不可放肆！一袭明黄袍衫的皇帝一脸无奈，身后还跟着几位嫔妃。陛下，福曲仗着您的疼爱，处处欺凌人，可不能让他继续错下去了。陛下，虽说姐妹间偶有玩闹，可这都伤人了，您不能不管啊。陛下，福曲的母妃走得早，是我们这些一役没有管教好福曲，请陛下责罚臣妾。站在皇后身后的嫔妃拱火的拱火，求情的求情，热闹得很。盛长欢挑眉，好机会。
虎杖，走，该咱们登场了。嘿嘿，芙蕖小肥羊，我来了！跳下围墙，盛长欢和虎杖相互帮整理了一番衣裳。美人就美，可不能邋遢。陛下，且听臣妇一言。在皇帝面色犹豫，不知该如何训导芙蕖之际，盛长欢带着虎杖从天而降。陛下，芙蕖公主是被冤枉的，您万万不可责罚公主啊！陛下，世人都说芙蕖公主跋扈刁钻，以欺凌人为乐，还说公主重伤姐妹，虐待宫人。错，大错！依臣妇看来，芙蕖公主才是真性情之人，不虚伪，不作假，更不屑于跟小人为伍。公主这是随了您和于妃娘娘，陛下如此英明，生出的女儿岂会是那等跋扈之徒？我有那么好吗？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帮我说话。这个皇宫，除了父皇只心疼爱本公主，其他人都是小人。陛下，刚刚臣妇瞧得分明，是某些人在背后说公主的闲话，还诋毁先世的于妃娘娘。公主护母心切，这才跟他人争执起来。哪里来的睁眼瞎恶妇？我们至多也只是在自家提及过于妃娘娘。这里是皇宫啊，我们在此妄议已逝之人，不要命了吗？啊，是这样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不过不要紧，的确是这些贱人妄议本公主，还说本公主不如那个心仪。哼，没错。陛下，他胡说！陛下，不要听信此女，风言风语，颠倒黑白。父皇，此人分明不在场，他胡说八道。贵女们急了，就连其他几位公主也着急解释。你们说我撒谎？哼，真是可笑。我句句实话，你们却句句否认。依着你们的意思，陛下不是明君，大庸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大庸要亡国。陛下恕罪，臣女绝无此意。何时变成反驳陛下了？简直颠倒是非！可恶！此人到底是谁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最好别让我们逮到错处，不然……哼！陛下，臣妇不敢有半句假话。臣妇敢发誓，若臣妇有半句谎话，定天打五雷轰。他刚刚数过了，他说的谎少说也有10句了，早就超过半句了。所以就算老天有眼，也批不到他身上。你们可敢发誓？哼，谁敢啊？谁没有在人后说过别人的闲话啊？此女果真是刁钻。芙蕖公主内心，这张嘴有点意思啊，好久没有今日这般痛快了。哼，身为大庸子民，不想着为陛下分忧，却反其道让陛下为你们做主，倒反天罡。连娘娘和公主都敢碎嘴诋毁，可想而知，那些寻常百姓平日里遭到你们多少的风言风语。芙蕖公主孝顺，出手教训你们，还有错了？心仪公主，您年长于芙蕖公主，可为何您待这些外人比自己的妹妹还要好？恕臣妇愚钝，臣妇只知血浓于水，姊妹之间不应该比外人更加亲近吗？莫不是您觉得芙蕖公主抢了陛下的宠爱而冷落了您？您嫉恨芙蕖公主？你放肆！心仪公主岂是你能编排的？笑话！我左手抱着芙蕖公主的金小腿，右手抱着皇帝的金大腿，有什么不敢说？真当我什么靠山都没有，就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妄议公主？切，我又不蠢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做人嘛，要识时务。出了龙虎山，我就是变色龙。哎呀，原来你们也知道这是编排啊！那刚刚你们编排芙蕖公主的时候，怎不说自己放肆？难不成在你们眼中，心仪公主是公主，芙蕖公主就不是公主了？